嘿，大家好，我是尼可拉，想让大家周末快乐。上期我们讲到，3000年前，释迦族为了逃避琉璃王的追杀，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穿过西藏，到达四川的三星堆。有人问，当时释迦族为什么不留在青藏高原上放野牧歌，驰骋天际？根据千年古籍记载，上古以来，西藏被称为神魔之地，因为那里出现过异形。青藏高原，神话的世界，平均海拔4500米。在古代，西藏被称为吐蕃，吐蕃管辖的一个地方叫做沙洲，就是今天的敦煌。1900年6月2日，敦煌有一个道士叫做王元禄。那天，他突然发现敦煌石窟中的墙壁有回响，于是他就砸开墙壁，发现这里竟然藏着一个密室。里面藏着丝绢、经书、木雕、古画等等，一共6万多件。之后，他用500两白银的价格，将其中将近7000件经书和古画卖给了法国探险家 Pilot。其中有一本藏文经文，编号 PT1286，现收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被称为《古西藏编年史》，其中就记载了古西藏的秘密。在地球上古时期的某一天，有12位牧民在西藏的雪山山脚下放牧。突然，他们发现，在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男子，身材巨大，面如天神。他们就赶紧跑过去就问：“啊，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人就手指指天，说道：“我是神之子，你们的王。”之后，这12个人就做了一把大轿子，把这个神之子抬了回去，让他做吐蕃的第一个王，名为聂赤赞普。意思是红色脖子王。他的第一个王宫建在西藏雍布拉康。从此以后，吐蕃的王就被称为赞普。大家比较熟悉的松赞干布就是吐蕃第32代赞普，神之子第32代孙。赞普参普，全称神圣赞普，汉译为藏王。这个词隐藏着一个远古世界的终极秘密，非常惊悚，我会在后面给大家详细讲。而发现赞普的12位牧民就成为本教的开创者，被称为12智本。聂赤赞普在青藏高原成为人类的第一个王之后唰的一下又下来一个大法师，叫做 Shinrab Miwok， 简称辛饶米沃。辛饶米沃从天上乘坐龙来到吐蕃，成为藏王聂赤赞普的人间顾问。根据藏文家言宝库中记载，辛饶米沃大约出生于16000年俄摩龙人国，可能是传说中的西方极乐世界。当时宇宙中有一则预言，说道：辛饶米沃啊，当时机来临，在雪域西藏有一个名叫拉日降托的地方，你要与7赤之王中的第一个平等地支持国王和僧侣，传播密教教义。意思是有神告诉辛饶米沃，你要去西藏辅佐7赤中的第一个，传播神的秘密。7赤之王的第一个就是指的第一个藏王聂赤赞普。后来他生了6个儿子，合起来称为7赤。7赤这是什么意思？7个红色的王，难道他们不是人类？最近我发现群里面有很多人都在研究如何修仙渡劫，羽化成仙。地球已经满足不了你们了。所以很多朋友都给我留言说让我讲一下红化之法。世界上第一批练成红化之法的人，他们就是7赤之王。红化是藏传秘法中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就是得道高僧在将要圆寂的那一刻，突然既生虚空，入火光定，身出烟焰，而入寂灭。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得道高僧全身突然飞到天空之中，出现彩虹般的火光，覆盖全身，非常耀眼，而且周围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声响，被称作妙音，光阴天人发出的声音。这时候大家抬头一看，天空中飘来7色彩云。这时候高僧在天空中漂浮，他的胸口渐渐地出现金光，逐渐扩大。他穿的衣服也开始着火冒烟，然后轰的一声，地动山摇，仿佛整座雪山都在颤抖。这时候一道炫光非常亮，高僧身体变成彩虹，唰的一下飞入清净刹土，
什么都没有留下。听起来好像得道高僧通过藏传秘法将肉身送入四维空间之中。根据汉藏史籍和古西藏编年史的记载，西藏最早的红化就出现在聂赤赞普和他的6个儿子身上。书中写道，当聂赤赞普的6个儿子长到可以套马的时候，聂赤赞普就说了一句是时候了。然后就在一天晚上，他拿出一条光绳，刷了一下，从夜空中召唤出一道金光，仿佛是天空中的梯子。这时候他和他的儿子就进入光中，他们的身体就开始融化，发出彩虹色的光芒。一阵巨响之后，光中的7个赞普就消失在夜空之中。那束把吐蕃赞普送走的光被称作潘天光梯。后来藏王的大法师辛饶米沃，他总结了聂赤赞普留下来的红发秘法和其他的法术，再加上各种教义结合在一起，就被称作本教。本藏语念作 Bom， 来源于印度语的 Banu， 意思是光。本教有一个特色，就是用秘传的咒语和法术来召唤亡灵、祭祀、除魔、占星占卜等等，有很多神秘的仪式，其中就包括双修成仙。双修之后，整个人就变成超人了。根据家言宝库中记载，教主辛饶米沃给藏王们传送了本教秘术之后，藏王就和另外一个女伴去了传说中的象雄古国，在冈底寺山中修炼大法。当他们达到大彻大悟之后，赞普就可以化作万物，变成一条龙或者是一只鹰，在天空中翱翔。他们还可以使用光来捆绑恶魔，也可以用法术来命令恶魔侍奉他们，甚至可以隔空取物，让巨石像小石头一样在天空中漂浮。有一个叫做提米体格的赞普，在修炼之后达到了至高境界。当时古西藏有很多部落，其中色带、塔米古格等等5支部落，一共16000人的大军想要打他们，集结包围了象雄古国。提米体格赞普就坐在城楼上这么打坐，然后他就开始慢慢进入冥想状态，入定。这时候他的魂和肉体就开始分离，然后突然发出了超声波，城下16000人的军队顿时耳晕目眩，全都昏倒在地。之后提米体格赞普就战胜了联合大军。本教秘术修炼到至高境界之后，人类的身体会变成像天空一样透明，一种这种半透明的状态，好像物质将要进入虚空之中。然后寿命可以达到200岁以上，最后就是红化，或者是乘坐一条青龙消失在天空之中。量子本教太神秘了，不过团长建议不要修炼这些法术，因为根据藏语古经记载，要修炼这些秘术，首先你要是赞普的远古血脉，即使没有血脉，也得会藏语，研究伏藏秘传，获得与天人沟通的技能，和天人提前打好招呼，之后才会有红光产生。去过西藏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去西藏的大街上或者是寺庙里，经常会看到一些诡异的画像和雕像，红色、黑色、蓝色都有，它们都有很多共同点，就是里面的神面目狰狞，而且他们会把人类的头颅穿成项链戴起来。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头顶上都会出现第3只眼睛。大家去西藏参观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赶上西藏傩舞表演。我们以前在破解三星堆中讲过，住在三星堆旁边的羌族也会跳傩舞，西藏也有傩舞，他们都是一起的。在西藏傩舞中，僧人会戴上长着3只眼睛的恐怖面具，跳着神秘的舞蹈。这些从史前流传下来的舞蹈和面具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要问当地密宗僧人的话，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佛教中的保护神，他们凶神恶煞的样子叫做愤怒本尊，这都是佛祖的智慧。因为这个世界里有很多非常厉害的恶鬼，必须要用愤怒金刚的样子吓住他们，才能把他们降服。但如果你问为什么他们降服魔鬼要把人类的头挂在自己的身上，他们就会说这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佛祖要惩罚这些下地狱的人类，巴拉巴拉的。密宗的这个回答非常诡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逻辑错误，就是要降服凶恶的魔鬼，就必须变成一只凶恶的魔鬼。
目的是要用这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去恐吓那些凶神恶煞的魔鬼。大家有没有听懂？这就好比魔鬼照镜子要自己吓自己的样子。这里面最惨的就是人类被他们挂在身上。宗教学里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只懂一种宗教，那你对宗教就是一无所知。这个逻辑漏洞，圣经中耶稣解释过。在马太福音中记载，耶稣用奇迹驱魔和治病之后，就有喷子出现，说他靠着鬼王赶鬼，用撒旦降服撒旦。耶稣听了这话就说，撒旦怎能赶逐撒旦呢？一国若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如果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不但站立不住，而且还要灭亡。意思是不可能用魔鬼去降服魔鬼的，大家都这么丑，怎么可以吓到对方呢？所以这些怒目金刚、佛祖护法之类的，你们要好好想一想它的真实意思。藏传密宗不会告诉你真正的原因，关键在于一个字：密。本教的镇魔咒语、双修大法等等秘术，都是一代一代秘密的传下去的。这些秘密一直传到了33任赞普宋簪干布。那时候中原是唐朝，宋簪干布继位后发现，本教的这些大法师好像有些不太对劲，有阴谋。于是他就下决心引进佛教，把这些大法师赶出皇宫。本教僧侣于是改头换面，就皈依了佛门。他们又把本教的秘密和佛教结合，就产生了吐蕃密宗。密宗为了保存秘密，就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现象，叫做伏藏，藏语念作 Dharma， 这就是梵语的达玛达摩，意思是法，宇宙的秩序。他们要把宇宙的秘密藏起来。藏传佛教祖师爷印度人莲花生在8世纪的时候来到西藏，预言藏传佛教将要灭亡，必须把秘密都藏起来，留给后世发现。所以当时的僧侣就把很多的秘密经文和法器藏在西藏的神山峭壁或者是寺庙的深处。另外还有一种伏藏叫做意识伏藏，就是把这个世代的背诵的经文用某种秘法保存在人类的 DNA 里，等到后世子孙出生的时候，可以从他们的 DNA 里提取记忆。这个不是传说，是真的。在西藏有个著名的史诗叫做《格萨尔王》，一共60万行，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3倍长，超过500万字。这些史诗一开始都没有文字，全都是西藏说唱艺人背下来的。他们有的是自学的，有的是口传的。其中最顶级的说唱艺人叫做巴中，意思是神兽、神教的。这些说唱艺人一般都是家境贫寒的牧民、文盲，突然有一天就开始连续做梦，然后就得了一场大病，昏迷不醒好几天。等到他们醒来的时候，开口就是咔咔的唱格萨尔王，一唱就是7天7夜不停的。现在记载了42部共700万字的格萨尔王史诗。好像是疾病把他们的大脑打开了储藏在古代的秘密。这种事情在其他的国家也发生过。2015年，有个澳大利亚人叫做本·麦克马洪，21岁的时候，他在一场车祸中陷入昏迷，之后醒来就直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当时医院里只有一个华裔护士可以听懂他的话。最后，这个人去了电视台当中文主持人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美男私房菜节目。团长也是一闭眼就是远古的秘密。难道我前世是个大法师？所以藏传佛教里全都是秘密，这些凶神恶煞、金刚护法，他们不会告诉你真正的秘密的，但是我会。开头我们讲到古西藏的第一个王叫做聂赤赞普，他有6个儿子，叫做木赤赞普、丁赤赞普、索赤赞普等等，他们每一个名字里都有一个赤。他们7个人被称作天赤7王，天上下来的红色7个王。等等，为什么是红色？难道他们的皮肤是红色？他们不是人类。赞普、参普这个词汉地翻译为藏王，但是这个词在藏语里的意思是凶神。赞的意思就是凶恶的意思，所以藏传佛教寺庙里的金刚护法都被称为赞神。古西藏的天赤7王实际的意思就是天上下来了7个红色凶神。西藏傩舞跳的就是远古人类回忆天赤7王降落地球的故事。
这天池七王，他们不是人类。根据藏文五部遗教中记载，此后由神于阎魔语统治，西藏虽称神魔之域。西藏是神魔的领地，地球人不要去。藏文王者遗教中记载，那时候西藏出现了下僧东马坚，意思是赤面食肉者。敦煌文献中记载，西藏在上古时期出现食肉种，只吃肉的种族，他们的国被称作者面国、赤面域。本教史法源中写道，直吞群人，食人畜血肉，面色红变。唐代诗人白居易也写道，原之装书君既起，击追面者非华风。意思是你画的都是什么妆，头发高高竖起，脸上涂的那么红，这不是华夏之风。啮赤赞普天池七子，他们会不会是原始人类的食人族？并不是，他们是上古地球另外一种非人类种族异形。宋赞干布也发现了这个惊天秘密，于是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宋赞干布遗训》，又叫做《柱间史》。柱间史的意思就是柱子中间的历史，因为这个秘密在唐朝那个时代也是非常的惊悚，绝对不能随便给别人看，所以宋赞干布把他们都记录了下来，做成符藏，藏在了西藏大昭寺的宝瓶柱顶端的槽中。寺庙高僧阿底峡尊者在他67岁的时候做梦，得到观音菩萨的指示，爬上去发现的。柱间史记录了啮赤赞普的身世，写道，啮赤赞普是光阴天人的后代和人类人猿的混血。光阴天人就是和天使一样会发光的生命，类人猿在书中叫做猕猴。光阴天人降落到地球之后，由于贪婪和腐败，就逐渐失去了光芒，形成肉身，变成了第一代人类众生。新来的朋友先看这一集，世尊释迦牟尼详细讲了这个秘密。众生又和地球上的类人猿结合，生出了啮赤赞普，赤色凶神。柱间史还详细记载了啮赤赞普的模样，他的下眼皮能盖住上眼皮，眉如翠带，齿若裂背，指尖有蹼。意思是眼睛非常大，他眨眼的时候不是上下眼皮合起来这么一直眨，而是下眼皮从下往上翻，这样眨。他的眉毛是青黑色，齿若裂背，牙齿是圆柱形，好像海螺贝壳一样尖尖的。关键是指尖有蹼，手指之间有皮膜，和鸭脚一样。听起来啮赤赞普好像就是从水里出来的蜥蜴人。后来古西藏的赞神越来越多，他们都住在西藏阿里的北部。古时候那里曾是一片沼泽，经中记载，那时候的西藏阿里和《西游记》里的狮驼岭是一样的，骷髅若岭，骸骨如林。有一个叫做乌玛宝的赞神首领，手下有1万名未被驯服的赞神，还有无数夜叉。服侍乌玛宝的是500名萨满巫师，他们都戴着黑色的法帽，手持头骨做的灯盏，他们一起念着古西藏咒语：你夜叉乌玛宝，一位住在火山中的赞神之王，请张开血红的双眼，恐怖的大嘴，和半神一道冲向恶敌，用尖锐的牙齿咬碎敌人的躯体，吞入你如同罗刹魔洞的胃中。太可怕了，《西游记》可能都是真的。所以藏文古籍中写的这些事情，和基督教圣经《创世纪》以及死海古卷中以诺书中讲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有一种新型的混血生物出现在地球上，身体巨大，他们以人类为食。后来神发动大洪水，目的就是灭了他们。青藏高原太高了，平均海拔4500米，这些神秘的恐怖巨人为了躲避大洪水，就来到了古西藏青藏高原上。所以藏语经文中写道，这些赞神都是突然出现的，以前都是没有的。除了西藏，赞神在全球都出现过，古希腊和南美的玛雅帝国都有记载。大家看一下这个雕像，古玛雅的雨神 Shak， 他和赞神一样青面獠牙，也有3只眼睛。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天启》？里面的玛雅祭司和国王为了求雨，就把无数的玛雅人都献祭给 Shark， 非常惊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节，我在这里面详细讲述了西班牙征服者在南美洲发现的诡异事情。有人会说啊，尼克拉斯杨又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啊，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3只眼睛的生物？的确有啊，它们就是蜥蜴。大家看，鬣蜥的头顶上都会长出第3只眼睛，叫做颅顶眼。这只眼睛不会转动，但是它的神经和大脑的松果体相连，可以感知紫外光、热能，甚至是磁场。它们用这只眼睛可以看到人类看不到东西，就像二郎神一样。等等，难道宋赞干布记载的筑间记都是真的？最后，古西藏的赞神们都去了哪里？喜马拉雅山底下有没有他们的洞穴？宋赞干布还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700万字的格萨尔王究竟写了什么？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故事要从一个古老的传说开始。据说，在西藏众多隐秘的雪域之峰中，有一座山格外离奇，因为它没有喜马拉雅山峰那么高，却被称为人类的禁地，不可攀越之峰。在西藏本教古籍中记载，凡人不得登上此峰，那里的云层之中乃众神之所，敢踏圣山见诸神面者，皆处死。这是来自远古人类祖先的警告，但在许多无神论者的眼中，这些都是迷信的无稽之谈，怎么可能有人类无法征服的山峰呢？于是20世纪初，一群来自苏联西伯利亚的登山队来到这里，战天斗地。队员们年轻气盛，他们不听当地藏族长老的警告，花了3天的时间，强行登上了这座山峰。当他们站在山顶上欢呼庆祝的时候，突然一切都安静了下来。这些队员面面相觑，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对劲，于是他们慢慢地相互打量着对方。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怎么都长出了白发？当他们摘下面巾的时候，他们怎么变老了？当他们相互搀扶走下圣山的时候，藏族长老只是远远地站在那里，一声叹息，不住地摇头。2年之后，这群前苏联队员们全部都莫名死亡，原因是衰老。难道这座神秘圣山可以加速时间的流逝？后来，前苏联派科学家来这里研究，发现人类在这座山上的指甲和头发会在12小时之内迅速生长，生长速度是山脚下的28倍。后来，前苏联就把这件事列为国家机密，藏在克里姆林宫地下伊凡雷帝书库里。这可能是个都市传说，团长并没有找到实质的记载出处。但是有3件事可以确定：第一，西藏这座山峰从远古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类攀登过；第二，在近代这里的确获得俄国登山者和科学家大量关注；第三，根据远古经文记载，这里在上古时期并不是人类居住的地方，而是佛经中天龙八部的大本营。非常诡异，这座神秘的山峰就是西藏阿里冈仁波齐峰。冈仁波齐峰位于西藏普兰县内，是冈底斯山脉的第2高峰。因为从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类登上过这座高峰，所以就一直没有准确的测量数据，不知道这座山到底有多高。根据谷歌地图测量数据，大约是6600多米。但是有一种神秘的说法，说这座山峰实际是6666米。在宗教中，冈仁波齐是本教、印度教、耆那教、佛教4教圣山，湿婆施伊瓦的居所，须弥山的宇宙中轴线，被称为世界的中心，天堂的阶梯。这里是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交界点，时空的裂隙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在互联网上流传的一组数据说，根据地理测绘，冈仁波齐山峰海拔6666米，它距离英国巨石阵北极分别都是6666千米，距离南极点是6666千米的2倍。诡异的是，北极点距离埃及金字塔也是6666千米。
后面还有很多地球上其他的奇异点，它们之间的距离也都是这个数字。这种巧合是真的是假的？对于这个问题，团长亲自考证了一下，有一个网站叫做 Distance.to， 在这里我们输入冈仁波齐峰的英文地址 Mount Kailash， 下面再输入巨石阵 Stonehenge， 这里就会有一个飞行距离6919千米。如果我们把地点再改为北极和南极点，就会得到6552千米和13462千米。北极点到埃及金字塔的距离是6670千米。大家看，虽然数字不是完整的6666，但是我们要知道，飞行距离和陆地直线距离是有一定误差的，所以互联网流传出来的这组数据可能真的不是空穴来风。等等，如果冈仁波齐峰和埃及金字塔、北极、南极、英国巨石阵等等有关，那它可能就不是一个自然的山峰，而是一个远古高科技文明创造出来的真正的神的居所。是的，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在1999年，俄罗斯地理学会在共青团真理报的赞助下，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登山者组成的探险队，代号 RATT。他们前往西藏进行考察，其中就有一个俄罗斯眼科博士，叫做恩斯特·穆尔达舍夫。他跟随队伍来到了阿里，当他拿起望远镜远眺冈仁波齐峰的时候，他震惊大叫：“这不是一座山峰，它是一座金字塔！”大家看，冈仁波齐峰是一层一层的，中间还有一个凹槽，这和埃及、南美洲金字塔的结构都非常类似。穆尔达舍夫还把他在冈仁波齐峰山脚下的诡异见闻都写在了一本书里，叫做《我们从哪里来》。其中的一段是这么写的：在寂静的夜晚，这里的山腹中经常会发出奇怪的喘息声。那天，我和我的同事都清楚地听到了石头落下的声音，这无疑是来自它内部的声音。这山中是中空的，还有生物存在啊！他继续写道：从科学角度来讨论这个话题，对我来说非常困难，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冈仁波齐峰与地球上的生命直接相关。当我们制作了一个由金字塔和石镜组成的神之城的示意图时，我们非常惊讶，这个方案与 DNA 分子的结构非常相似。他的意思是，在藏传佛教中有一种神秘的图形，叫做曼达拉曼陀罗，这个图形代表的就是整个宇宙。这个圆的中心就是冈仁波齐峰所在的轴线，而这个曼陀罗的图形又和人类的 DNA 结构非常相似，所以 DNA 的横切面的图形又叫做 DNA Mandala。等等，难道我们人类就是居住在冈仁波齐峰中的神创造的？这些神到底是谁？团长先给大家一个推测，前面讲过的冈仁波齐峰是神的住所，而冈仁波齐又和一个数字有关，6666。666这个数字在圣经的启示录13章有记载，他写道：使徒约翰突然看到异象他看到地球中出现了一个兽，在地上压迫各国的人民，所有的人类都要膜拜他，不拜的人都要被杀掉。这个兽的头上长出了2个角，拜他的人类都会被标上印记。他让聪明的人去计算兽的数目，这个数目就是666，而这个666就被称作野兽印记。这个兽行使的一切奇迹和权柄都是另外一个更高级的兽赐给的，叫做龙。我们在上集龙族的秘密中讲到，龙的甲骨文可以分为龙和龙人混血、蜥蜴人2大类。在藏传佛教中，曼陀罗的中间就是在宇宙的中心冈仁波齐里住着一个神，叫做大威德明王和他的明妃。大威德明王就是3只眼的红色金刚，藏语念作 Shija Shimayi， 意思是死亡的红色敌人，梵语念作 Yamataka， 意思是死亡毁灭者。大家看一下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大威德明王的雕像，他就是长着2只脚、3只眼的龙族蜥蜴人，这就和圣经启示录13章长着2个角的兽666对上了。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强烈建议新来的朋友看一下上集，在上古时期，整个地球都出现这种兽，不过它们都被某种神秘力量灭了。就像启示录中写的，耶稣基督在天中出现啊，天使大战龙族。这个史诗故事以后有空给大家讲。所以结论就是，冈仁波齐峰很可能就是西人在亚洲老巢的入口——青藏高原上的金字塔。埃及金字塔大约有120座，美洲大大小小的金字塔有20万座。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理，青藏高原上的金字塔就不可能有冈仁波齐峰一座。在这里，我要感谢我们优秀前南团青海分部的元老发来的一手资料。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暴雪天中进入海拔5200米的青海玉树州囊谦县，为我们传来了珍贵的图像。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雪域金字塔吗？这一座一座的塔顶的角度和埃及金字塔简直如出一辙。还有这张照片，大家看，这里1、2、3座金字塔呈直线排列，这不就是埃及吉萨3座金字塔吗？这种排列方式就是正对着地球1000光年的猎户座腰带上的3颗恒星。难道地球上的龙族蜥蜴人，他们都是来自猎户座？如果说住在冈仁波齐里的是混血龙族蜥蜴人，那纯正的龙族长得什么样？他们到底住在哪里？还是那句话，证据就一定在案发现场不远处。在这里有一个山谷，山谷里有一个县城叫做普兰县。在古代，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象雄古国。这和上集讲过的西非一样，普兰县这里盛产黄金。在982年前后，有一本波斯语古书叫做《世界境域志》，其中记载，在天竺和象雄的边境的山中发现巨大金块，状如几个羊头拼在一起。不管是谁，如果收集到这种金子并将其带回家，死神就要降临，除非他把金子送回原处。还有一个更诡异的记载，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讲述了一个蚂蚁金的故事。说是波斯帝国的第20个太守的领地就在印度的北方，每年他要向皇帝交纳比其他地方多得多的黄金税。这些巨量的黄金都是从天竺北部的山区中发现的。在这里有一种神秘的蚂蚁，它比狗小，但比狐狸大啊，这么大一只蚂蚁。他们在地下挖洞穴，掏出沙子，沙子里满含黄金啊，金沙。所以这种黄金又叫做蚂蚁金。有人说希罗多德记载的历史是天方夜谭，异想天开。但是我在上集讲过，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源自古代关于龙族的分类，就好像蜜蜂的蜂后工蜂一样。其中最底层的龙族首陀罗，他们没有生育能力，体型比较小，眼睛非常大，他们就是在洞穴里为高级龙挖黄金。在苏美尔神话中，他们被称为 Igigi，现在地球人称其为小灰人，所以希罗多德记载的挖金子的大蚂蚁，应该指的就是这种奴隶龙啊，小灰人Igigi。龙族非常喜欢金子，他们把金子磨成粉涂到身上，就可以用来驱邪杀毒、安魂定魄、治疗龙病和缓解精神压力。就像人类吃金箔一样，他们涂在身上的黄金也是一种尊贵的象征，在佛教中称为龙王金身。阿里普兰南边就是世尊释迦牟尼讲解光阴天人的时候居住的舍卫国，还有释迦牟尼奔赴迦毗罗卫城，最后因为神力不及业力，导致释迦族全族被灭。这2集大家有空看一下，非常精彩。这些神秘事件都发生在这一片区域，非常神秘，所以阿里普兰县里一定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传说3000年前，在象雄王国被灭亡之后，阿里普兰又兴起了一个王国，叫做古格王国。当时有一个王叫做洛桑，洛桑王后宫佳丽3000，7乘24小时上演青藏高原版的《甄嬛传》。当时有一个妃子叫做雍卓拉，长得非常美丽，她就和甄嬛一样，无数次因为别人的嫉妒陷害跌入谷底。但是雍卓拉却没有甄嬛那种登峰造极的权谋之术，人家有雪域神力。
于是，在一个月圆之夜，雍卓拉深深祈祷，突然间，他就化成一只美丽的孔雀，纵身一跃，飞入雪山，消失在茫茫夜空之中。这王妃雍卓拉是不是人类就不知道了，但是她在起飞时穿的这个衣服叫做飞天服。现在普兰从古代留下来的原版飞天服不足20套，一个村也只有1、2套。整个服饰加配饰一起，全部穿起来重达50斤。大家看，这套衣服上头戴的帽子叫做钉马，帽子两边展开好似长长的犄角，钉马中间还垂下许多珠帘，把脸挡住。这怎么那么像秦始皇戴的皇冠？秦始皇的这种帽子是上古皇帝流传下来，被称为冕旒。把脸挡住的这些珠帘是为了避名，意思是遮住脸。人类解释说作为君主必须洞察大体而包容细小的瑕疵，这些珠子就是细小的杂丝，要有包容心听起来好像有点强行解释啊。那我们再研究一下，大家看，这里是什么？这弯弯的好像一把大斧头的东西，为什么要放在肩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当这些人转过身的时候，大家看，他们的背上怎么会有龙的花纹？阿里普兰的飞天服只有女性才能穿，而女性却可以佩戴这些龙纹。所以根据线索，我们可以推测，这个肩上出现的弯弯的装饰品不是斧头，而是尾巴，龙族的尾巴。他们戴的帽子钉马，就是高种姓龙族头上长出来的犄角。大家看一下我们上集提到过的龙字的甲骨文，这里他们都戴着一个皇冠，左右都有犄角，皇冠的顶部都是平平的样子，这和钉马帽还有皇帝的冕旒是一样的。所以普兰飞天服就是龙族女娲的装扮。人类经常干这种事情，他穿这种衣服就是 cosplay 龙族。还有非洲很多人就是绑头，把头弄得长长的，都是 cosplay。这种龙族的服装在古印度梵天往事书第19章中有记载，里面写道，在上古时期有一位龙族之王叫做阿迪舍沙，他有1000个兜帽，他戴着的帽子有着没有任何杂质的万字饰物，他兜帽上的数千颗宝石照亮了四面八方。意思是龙王戴着一种可以遮在头部的兜帽hood， 帽子上有无数的珠宝在黑暗中发出光芒。我们在开头提到的西藏诅咒赶踏圣山，见诸神面目者皆处死。而秦始皇皇冠上的珠子作用是避明遮蔽阳光。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在上古时代有一种长着鱼尾的女娲龙族，他们穿着戴着宝石的珠帘帽子，遮挡住他们的真实面目，不想让人类看到他们真正的样子。也许这样是为了更好统治人类。就好像这个龙字的甲骨文一样，女娲和大蛇龙他们面前有一个人类的王，而这个人类的王也戴着和他们相似的皇冠，他面对龙族俯首称臣。这个人就好似秦始皇。大家知道秦始皇长得是什么样子了？不像人类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道，秦王为人，风准，长目，雉鸟鹰，柴生，少恩而虎狼心。秦王嬴政风准鼻子特别大，咔这么高，长目，眼睛细长，雉鸟鹰意思是胸部骨头凸起这个样子，骨骼异常，鸡胸。柴生意思是说话声音嘶哑，好似豺狼。秦始皇应该是这么说话的：朕统六国，天下归一，朕王将化为龙魂，用我华夏永世不衰。这是秦始皇的原话，非常嘶哑恐怖，不像人类。现存完整的古代帝王像是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大师阎立本画的古帝王图。在这本画册中，唯一没有的就是秦始皇画像。难道戴着冕旒皇冠的秦始皇，他就是龙族的混血？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样子，所以焚书坑儒。这是尼克拉斯杨的异想天开吗？不，接下来我要带我们的优秀天才团去一下阿里最古老的寺庙托林寺。托林寺有一个大殿叫做白殿，
白殿中有3000年前的神秘壁画，被称作骨骼龙女。大家看一下，这3000年前的骨骼龙女丰满婀娜，美艳无双。在华夏神话中，是女娲创造了人类，但非常巧合的是，在苏美尔泥板中有一部史诗叫做《阿特拉西斯史诗》，其中就记载了有一群伟大的奴隶神 Prisoner God Igigi 名字非常奇怪，他们无法忍受痛苦劳作，于是发生叛乱。神恩利尔把 Igigi 都镇压了之后，说必须创造出一种更听话的奴隶来为神族劳作。于是他们就杀了一个神，让一个女神用神的血肉、神的 DNA 进行再创造，于是就创造出吃苦耐劳的人类。根据南非祖鲁大师穆图瓦的远古记载，他说这种人身蛇尾的神叫做 Owani， 他们对人类非常友善。在地球发生洪水之后，Owani用一种船载着仅存的人类回到了母星，他们让人类在那里休养生息。但是人类开始生长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人，他们为了吃饭就开始下海捕杀Owani，煮了吃。Owani长老就非常生气，把人类杀了一大半，剩下听话的就被其他的Owani送回了地球，让人类自生自灭。走的时候Owani告诉人类，你们要好好活着，我们会回来的。这个非常符合远古逻辑的神话，无懈可击。接下来问题来了，为什么龙族要选择阿里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定居呢？大家看一下地图，这里全都是一片黄土高坡，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大家再看一下托林斯的骨骼壁画，当时的人类都是袒胸露乳，穿得非常清爽，这就说明至少在3000年前的骨骼王国，甚至比5000年前的象雄古国更遥远的上古时代，几万年前，阿里这里非常热，高山上的雪水都会融化下来，在这里聚集。阿里这里曾经就是一片汪洋大海。藏族史书《贤者喜宴》中记载，远古时期的雪域西藏，上部阿里宛如池沼，中部卫康形如沟渠，下部多康三港宛如田畴，这些均被淹没于大海之中。藏族朋友喜欢戴红色的珠宝，这些都是出土于青藏高原的天然宝石级红珊瑚，一克1500多美元，比金子都贵。大家看，阿里地区和埃及金字塔的周围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地球气候变迁变成了沙漠，它们之间真的是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再举一个例子，在藏文中，天和神被称为拉，但是古埃及的太阳神被称作 Ra， 为什么它们有这么多联系？西藏阿里还有个神秘地区，就在冈仁波齐峰山下。在远古，阿里的海水退去之后，就在冈仁波齐峰山下形成了2个湖，右边的叫做马旁优措湖，左边的叫做拉昂措湖。这2个湖也不是善类，一个被称为圣湖，另外一个在旁边的被称为鬼湖。2个湖紧挨着，圣湖马旁优措有花有草有牧羊，有88座寺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蓝色透明淡水湖。拉昂措湖就是相反的 Lagnaco， 意思是有毒的黑湖，这里的水是黑色的，有毒，周围没有任何植物、生物和人类的足迹。拉昂措湖在梵语中叫做 Rakshasa， 意思是罗刹恶鬼湖。在佛经和古吠陀经中记载，龙族所有的故事都是在湖边、海边、河边或者是地下发生的，而且龙族有非常强的领地意识，不允许人类打扰他们的清净，所以西藏自古以来都是不吃鱼的。他们解释说，鱼就是龙的化身。其实他们在远古时期是不能去湖边捕鱼的，因为龙族经常在这里出没，谁进入禁地就被龙族吃了。我们在开头讲到，俄罗斯科学家在冈仁波齐山脚下露营，听到地下有落石和低沉的喘息声，这是因为这湖下有水道，可以直接通入冈仁波齐山内的地下世界。大家知道吗？冈仁波齐山在英语中叫做 Mount Kailasha，Kailasha 在梵语中意思是水晶。根据原始本教迦岩宝库中记载，16000年前，在马旁雍措湖和冈仁波齐之间有一个国，叫做俄摩龙人国。中间这么窄，就说明这个国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
其中记载，本教大法师敦巴信饶有一个法杖，法杖上有一颗明亮的宝石，它在空中一点，黑色的大地就会出现一个山洞，穿过无尽的黑暗之后，就会出现明亮的阳光，我们就进入了恶魔龙人国。这里虽然是地下世界，但是四周有4大丛林环抱，鸟语花香，在南边还有海水般的湖泊，天上地下都有珍奇异兽奔跑。这地下为什么会有阳光？因为在东南方有一个巨大的山，山中土石都是5色晶体，山顶上有一个巨大的水晶开来闪烁着五彩宝光，天空中有8色法轮，阳光明媚，月光皎洁。所以这2个湖很可能是通入龙族地盘的入口。不过自上古时代就没有任何人类敢下水探索，也没有任何人类敢登上冈仁波齐峰之上。传说是有一个藏地大法师在古代登上过冈仁波齐，但是记载中写道，他在年轻的时候会黑魔法，一挥手就可以杀死无数人，所以他应该不是纯种人类。现在藏族还流传着一个神秘仪式，叫做转山，走几步就来一个五体投地，非常虔诚。这个仪式就是来自冈仁波齐山。在大藏经俱舍论中记载，在释迦牟尼的时代，诸菩萨、天人、阿修罗、龙王等天龙八部都经常云集在冈仁波齐。人类看到之后，就围着这个山崇拜。转一圈可以洗尽一生的罪孽，转山100圈可以今生成佛升天。推测转100圈就可能发现冈仁波齐山的时空裂缝，直接进去之后就可以成佛升天。传说在西藏雪山下流传着一句话：卡鬼、肯鬼、波鬼是雪域中的3个鬼。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西藏雪山中真的有鬼？当地牧民笑了，解释道，这3个鬼并不是真正的鬼，但是他们是可以和鬼沟通的人。其中最厉害的卡鬼就是传说中的卡查扎肯。卡查扎肯意思是卡查家族的元光者，元光意思是 halo 光环，在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等甚至更遥远的古埃及，元光都是神的标志。而在西藏有一种神秘的藏人，他们走到哪里手里都会拿着代表元光的铜镜，接受藏民的膜拜，他们就被称作为元光者卡肯。公元1925年，西藏类乌齐县卡查家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叫做阿旺加措。有一天，县中的寺庙来了一个活佛，叫做加木央，当地人都去寺庙中接受他的赐福。加木央活佛手里拿着一个铜镜，让每个来的孩子都去看这面镜子，然后就问他们：你在镜子里看到了什么？很多小孩都说：我看到了自己，没什么特别的。但当12岁的阿旺加措拿到镜子的时候，刚开始他发现镜子在闪闪发光，慢慢的这些光就在镜中旋转，光中又慢慢出现一个洞，而这个洞又逐渐变成了红色，然后镜子上就出现了很多弯弯曲曲的文字，好似梵文。小阿旺加措看不懂，但是他聚精会神，片刻之后字慢慢消失了，但是镜子中又出现了30个身穿盔甲的勇士在奔跑，前方还有一匹骏马，骏马上坐着一位勇猛的将军在呐喊。然后阿旺加措忽然听到了异常悦耳的声音，仿佛是那位将军在唱歌。喂！这时候有一位僧人用手指捅了捅阿旺加措，问道：你看见了吗？阿旺加措说道：我看见了，还听到了歌声。这位僧人不相信，就说：你不要吹牛，看镜子再说。于是阿旺加措又回头看镜子，但是这时镜子中只剩下自己的影子。那些僧人以为阿旺加措在胡说八道，就让他赶紧回家了。有点害怕的阿旺加措回到家里，第3天晚上就开始做梦，一睡好几天，好似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眼前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远古文字和神像。当他拿起铜镜的时候，他就能看懂铜镜中神秘的文字含义。阿旺加措说，这些文字显现的时候是有顺序的，首先是梵文，然后是象雄文，最后出现藏文。
当他用笔把它们都抄写下来的时候，这些文字就慢慢的消失了，新的文字又会慢慢的出现。阿旺加措在25岁的时候就开始大量记录铜镜中的文字，他写下来的秘密就是格萨尔王逝世。阿旺加措在去世前一共写了11部，一共100多万字的格萨尔王传，而且阿旺加措还可以用铜镜中出现的文字进行占卜预测，所以他非常受当地藏人的尊敬，大家就称他为元王者卡查扎肯。不过卡查扎肯只能算第二，最厉害的叫做巴中，就是天天做梦，然后大病一场，醒来就不用看镜子，直接咔咔咔的就开始说这个格萨尔王，一唱就是唱好几天好几夜，直到精疲力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集，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只有西藏才有，只是因为西藏在雪域高原，就像澳大利亚有袋鼠和考拉一样，这些神秘的东西在高原或者是孤岛上保存的都是最完整的。如果我们从西藏往西北走，就会有古突厥史诗玛纳斯，向东北走就会出现古蒙古史诗江格尔，它们全都是500万字以上的史诗，而且都是由神人这么咔咔的唱出来的。这些史诗的故事情节都是相互交叉的，说的都是同一个历史背景下的不同英雄的故事，组合起来就是《指环王》中的中土大战。有空给大家慢慢讲。今天我们重点讲解一下格萨尔王。格萨尔王全称格林格萨尔，这个词可以拼作为 Kisar， 就是一个 title， 意思是帝王。格萨尔和俄国沙皇克萨、突厥沙西王朝弗拉姆卡萨鲁，甚至 Kisa 凯撒大帝都是来自同一个词根，所以推测格萨尔王的故事很可能讲的不只是西藏高原的故事，而是从西藏往西走，经过印度、伊朗、土耳其，再到阿拉伯半岛和古埃及这一大片区域中的失落的远古秘密。更大的可能是它和死海古卷中失落的巨人之书有关。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联系的，各种神仙之间其实都是一家人。在格萨尔王中有一章就叫做征服大石，大石就是阿拉伯帝国。来自青藏高原的格萨尔王带领100万雄兵翻越喜马拉雅山，穿越印度伊朗，最后把阿拉伯帝国给灭掉了。如果只从青藏高原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远古故事就有点太神奇了。所以根据格萨尔王名字的来源可以推测，这个史诗的最终来源可能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埃及之间的这一大片区域。这里曾经出土过记录地球最远古秘密的书卷——死海古卷。所以格萨尔王的故事要从死海古卷的以诺书开始。在远古的某一天，有200个天使在一片高耸的雪山上降落，之后他们在一起发誓：来吧，让我们从人类的女儿中挑选妻子，并生儿养女，让我们一同发誓，言出必行。说完，这些天使就下山和人类女子交合，女子就生出了巨人。同时，死海古卷就像权力的游戏一样，有好几条故事线同时进行。其中有一卷就叫做巨人书，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写了同样一个故事。书中写道，这200个天使知道生命的秘密，这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杀害人类，并且和女人生出巨人。他们开始吞噬地球中的一切生命，玷污了神一切的创造物。他们还劝说更多的天使离开天堂来到地球。非常诡异的是，书中记载，这200个天使抓了200头驴、200只羊，还有各种田间野兽、鸟类等等，各200只。他们开始了各式各样的混血，意思是种族混血。这些天使已经厌烦了和人类混血，他们开始用自己的 DNA 和地球的飞禽走兽开始做实验。于是地球就开始出现了 monster 怪物。这些怪物长什么样没有说，书中就说地球分别出现了怪物和巨人，这2种生物开始给地球带来更大的腐败。堕落者玷污众生，巨人同怪物腐蚀大地，巨人的手中鲜血污染了地球。然而他们犹未满足，常觊觎吞噬毁灭更多，怪物肆虐，攻击万物。这时人类大声呼喊，他们的声音传到天堂。所以从这里推测，在古埃及的各种巨人神像，还有各种野兽的神像，很可能就是巨人书中提到的巨人和怪物。
最后，以诺书、巨人书还有圣经创世纪的故事线融成了一个大结局，它们很可能就发生在埃及。大家请点左上角出现的标题，可以看一下古埃及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格萨王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传说藏族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就定居在这美丽的雪域高原，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有一天，突然乌云密布，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刮起来一股罪恶的妖风。刹那间，树木枯萎，邪恶众生，恶魔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吐蕃。他们开始喝人血，吃人肉，吐蕃生灵涂炭，陷入苦海。有可能是圣经创世纪中记录的神发动了大洪水，淹没了世界。这些妖魔鬼怪为了躲避洪水，就进入了青藏高原。于是吐蕃遭此劫难，众生的哭声传到了天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就去极乐世界去寻找阿弥陀佛，说道：“阿弥陀佛，赶紧救救苦难众生吧！”观世音梵语叫做 Avalokitesvara， 意思是声音的感知者，他能听到宇宙众生的声音。阿弥陀佛，阿弥达巴，意思是无限的光，因为是佛教，所以要加一个佛。阿弥陀佛，意思是无量光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达巴，意思就是皈依无限的光。这个我在梵语的这期节目中讲过。所以，如果你把观音菩萨当作圣经中的大天使米迦勒，把无量光佛换成在光中闪耀的至高之神耶和华，这个故事就是死海古卷以诺之书的开头。当无量光佛听到观世音的请求之后，唰的一下闪出一道金光，光中有声音：在33层天神境之中，将会诞生一个菩萨，叫做推巴格瓦。他将投胎至人间，教化众生，使吐蕃脱离恶道。推巴格瓦就是格萨尔王在天界的名字。这时候又有一道神光闪现，天界出现了轮宝，唰的一下就进入他的头中，代表无限的智慧。然后世尊释迦牟尼如来佛出现了，唰的一下又有一道金光从喉头中射出，直接进入推巴格瓦的喉咙中，代表无限的神语。之后又有一个绿色的十字架出现了，唰的一下进入了推巴格瓦的身体里，代表无限的权力。这时天界就出现了一位拥有一切智慧、口才和权力的神之子推巴格瓦。听起来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神之子在天界出现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来了：如何将他从4维空间传送到地球的3维空间？答案就是投胎。这一段非常诡异，因为我们从神之子推巴格瓦变成格萨尔王的过程中发现，他不是人类。为了顺利降生，神之子推巴格瓦的灵就告诉在地球上的藏传佛教始祖莲花生大师，要有良功才能摄像拔面，要使甘雨降落人间，大海的蒸汽要浓如烟。为了降服强大的妖魔，必须准备2件事。第一，需要找一个虔诚的人类作为未来我在地球的父亲。第二，要找到我未来的母亲，她必定不是人类，生母必须要龙族。讲到后面，大家就会知道格萨王史诗的逻辑非常严密。当时地球上是巨人巨兽肆虐，人类在他们面前都是猫狗般的大小。如果格萨尔王是纯种的人类，怪兽一口抓了就吃了，故事结束了。所以要同他们抗衡，就必须要找一个龙族的超强身体，但是还必须要保持人类的人性、人类的意识。所以神子推巴格瓦要求一定要有一个龙族的母亲和人类的父亲，一个混血的超级战士。相反的，以诺书中记载的邪恶巨人，他们是堕落天使作为父亲，人类的女子作为母亲。这种相反的结合，巨人的意识就更倾向于他们的父亲堕落邪恶天使。于是莲花生大师就出发了，给神子找了一个身体强壮的贵族男子，叫做郭然洛敦巴坚赞。找一个龙女就非常麻烦了。龙族根据形态是分种族的，有龙王、龙后、武士龙和奴隶龙。他们就和蜂群、蚁群一样，有生育能力的只有远古高种姓的贵族龙后，白龙女。但是这种高贵的龙族不可能和人类通婚，于是莲花生灵机一动，拿出了生物武器，一种病毒，让海中龙宫所有的龙都得了瘟疫，痛苦不堪。这时候莲花生就出现了，像救世主一样对龙王说：“龙王，我可以救你们全族，但是你必须把你的小女儿给我。”
可以让我给他找一个好人家，这是命中注定的结束，只有这样才能渡劫。龙王被莲花生忽悠得一愣一愣的，于是赶紧答应，把白龙女梅朵纳泽就交给了莲花生。莲花生紧接着就把白龙女许配给了神之子未来的人类父亲。关于白龙女，强烈推荐大家看一下上集，西藏古寺庙中都有记载。龙王送走女儿的时候依依不舍，送了很多贵重的嫁妆。为了怕龙女去了人类地盘吃不惯，龙王还送了一只巨大的龙畜乳牛，好像一只巨大的蚕蛹，有130个乳头，只有龙女知道怎么挤出奶。之后龙女就怀孕了，过了9个月08天，龙女逐渐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变化，写道：龙女梅朵纳泽的身体变得像棉絮一样软，内外透明，无所屏蔽。这个描写就和以后的样子是一样的，大家看，巨大的身体变得透明，和棉花一样柔软。没过多久，龙女就毫无痛苦地生出了一个婴儿，而这个婴儿不是人类。根据书中描写，它是一个和牛肚一样的肉球。这是什么意思？更诡异的是，在古契丹史诗英雄马纳斯、蒙古史诗英雄江格尔诞生的时候，他们都是这种牛肚外皮一样的肉球。这到底代表了什么？大家读一下这些史诗就知道，因为这些英雄的母亲都是龙族。根据佛教《长阿含经》中记载，释迦牟尼说龙族有卵生，所以他们生出来的有牛肚般花纹的肉球就是龙卵。朝鲜古记《三国史记高句丽》中记载，谢木素她是高句丽的创建者，与河波女媾和，河波女河中出现的女子，女有孕生卵，少年射手英雄，自卵中出。哪吒三太子也是卵生的肉球，他们都是地球上伟大的人，这就应了圣经创世纪第6章中的话，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勇有名的人。所以说格萨尔王史诗的逻辑毫无破绽，如果一个神话没有破绽，那这个故事很可能就是真的。接下来龙女生了卵之后，所有的人都大惊失色。这时候有一个勇敢的接生婆找出了一个箭头，刷了一下，咔就把中间的肉给划开了，顿时喷出了大量的羊水，里面躺着不是一个小婴儿，而是一个3岁那么高的男孩。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直接大喊：我是你们黑头人的君主，我要制服那些残暴的恶魔。周围人都吓懵了。他的父亲就给他取了一个人类的名字，叫做觉如，他就是后来的格萨尔王。觉如格萨尔王和其他的史诗英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生长发育非常快，不是人类的生长速度，它不是按年生长，而是按天生长。觉如喝了几口奶之后就开始吃肉，1个月之后就开始走路，不到1年，觉如长得就比人类的成年男子还要大1倍。但是他心理的年龄只有1岁多，还是个婴儿，所以巨大的觉如抓到什么咔就这么吃。书中写道，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变成肉山血海，拿人肉当食品，拿人血当饮料，拿人皮当地毯。这种情况不要说人见了害怕，就连神鬼也寒心，罗刹也变色。人们纷纷传说神子觉如已经变成了恶魔，变成了红脸罗刹，但是没有人能降服他。当地人类一看，哇，完蛋了，魔鬼没来灭我们，我们自己就要把神子给灭了。于是所有人类都聚集起来，用各种方法把龙女和神子就赶到了荒野。觉如就和他的母亲在荒野就过了非常艰苦的生活。当觉如12岁的时候，他长成了一个巨大的成年人，非常高大，但是非常丑，特点是驼背这个样子。这个和以前我们讲过的秦始皇嬴政鸡胸、汉高祖的龟背一样，这些伟人都是驼背的。秦始皇的声音而且还是柴声沙哑无比，他们好像都是西人的感觉。觉如就这个样子去参加了一场赛马大会，展现了超人的技巧，让所有的人类都无比臣服。当时他就获得了领国王位。在他称王的时候，地动山摇，山岩崩裂，水晶山石的宝藏之门大开。
在上集我们讲到，宇宙圣山冈仁波齐梵语的名字就叫做卡赖沙，水晶。水晶之山冈仁波齐的入口咔的一下就打开了，飞出了众神，把觉悟全部都围了起来。然后就好像圣斗士星矢一样，各种高科技武器和盔甲全数的咔咔的加上去，摇身一变，觉悟就变成了英勇雄壮格萨尔王。格萨尔王获得神装之后，灭魔的事情就提上了日程。在领国周围，当时有4大妖魔，其中最强大的是北方雅尔康魔国。接下来的这场大战就被称作魔岭之战。雅尔康魔国周围有8座山，山中有4个山口，被称为鬼地。各种吃人的魔鬼都在这里生活，血雨腥风，和《西游记》里的狮驼岭记载的是一样的。骷髅若岭，骸骨如林，尸山血海，腥臭难闻，非常恐怖。在这里有一个大魔头叫做鲁赞，喜欢吃童男童女。鲁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龙的意思，赞是赞普的意思，它是一种类似蜥蜴人的罗刹种族，而鲁赞是第1代蜥蜴人和远古龙族的再次混血的升级版，更加可怕，更没人性。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就写道，有一次莲花生在打坐，这时候从江里唰的一下出来一个全身发光、有紫色皮肤的年轻人，他戴着一个白色的兜帽，走到莲花生大师身边。这时莲花生这么一闻，突然闻到一股臭味，毒气袭人，蜥蜴人都非常臭。莲花生就说道：“啊，你毒气袭人，说明你一定是一位罗刹。Who are you？” 这位年轻人就慢慢的脱掉了帽子，高昂的说：“我是凶恶愤怒的夺命者，我的父亲是罗刹，我的母亲是龙女。”莲花生就说道：“发光的神灵啊，你为何有9个脑袋？你的上身为何是人类的样子？你的下身又为何是蛇的身躯？你的全身为何长满了眼睛？”异形啊！所以这个鲁赞就是9头龙人。人类在他周围待得太久，就会被他的恶臭毒气麻痹而死。鲁赞的魔国易守难攻，而且格萨尔没有像样的兵力，都是人类这种弱鸡，所以格萨尔王就想到了一个策略：擒贼先擒王。凭着自己长得不像人类而更像龙人，所以他就准备溜进魔国刺杀鲁赞。于是格萨尔王全身披挂，只身前往。当他来到一个山顶的时候，发现前方有一座四四方方的城。他周围一看树上都是挂着人类的尸体当做旗帜，毛骨悚然的。格萨尔心想这肯定就是魔帝了。于是他就下马一个人去砰砰砰敲那个大门城门。不一会儿，吱啦一下，城门就慢慢的打开了一条缝，从里面走出了一个天仙般的姑娘，还没说话就唱起了歌：人找死才到罗刹门前，虫找死才到蚂蚁洞边。门前这位从哪里来？是否是天神送我的菜？还没唱完，格萨尔瞬间就一下抓住了这个魔女的领口，一把把她推倒在地。人要降魔来罗刹，虫吃蚂蚁来蚁窝。雄狮大王格萨尔我，先要降服你这女魔。格萨尔王用尖刀这么直逼着魔女的喉咙，就这么说道：说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黑魔鲁赞在哪里？魔女一看格萨尔英俊飒爽，直接就从了，说：美丽的孔雀爱玉龙，一听到龙声喜在心。大王格萨尔，你夺去了我姑娘的心。我是北方一魔女，阿达纳姆是我名，黑魔鲁赞是我兄。这里是领域魔国交界处，我兄命我守边地，我帮你降服我兄。我早已过够这魔国生活，如果大王不嫌弃，我愿做你的终身伴侣。格萨尔一听大惊，他可是你的亲生哥哥啊，你怎么就这么要出卖他？这个就非常复杂，这是权力的游戏。魔女她被她哥鲁赞发配边疆，于是心生怨气，她就想和强大的格萨尔联姻，发动政变推翻鲁赞。而格萨尔王又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魔女的加持，免费得一座城，还有他的魔军。于是两人一拍即合，立刻成亲。之后，魔女阿达纳姆就把象征公主的权力的魔戒戒指印章给了格萨尔，让他凭借这个作为通行证，在魔国通行无阻。最后，格萨尔以公主驸马的身份进入皇宫，暗藏起来，
准备刺杀魔王鲁赞。当深夜来临，鲁赞昏睡的时候，格萨尔王慢慢从黑影中出现，他手握神剑，唰的一下，咔射出。由于太过紧张，射偏了。格萨尔王立刻拉弓开射第二箭，咔一下，直接直中鲁赞额头。鲁赞嘶声咆哮：“啊，我活不了，你也别想！”于是一跃而起，扑向格萨尔，准备喷出毒液和格萨尔王同归于尽。但是格萨尔之前悄悄在地上撒了很多豆子，鲁赞这么一跃，立刻向后仰倒。这时候格萨尔飞身而起，抽出他的水晶宝刀，啪一下，鲁赞就被砍成了2半。北方魔王在痛苦扭曲之中一命归天。之后，魔女阿姆纳达就顺利继承王位，驸马格萨尔总揽军政大权。格萨尔王花了10年的时间平定了东部、西部魔国之后，他的权势达到了顶峰。有一天，格萨尔就在睡觉，突然天空中出现了彩虹，有亿万白色天兵出现在天上，中间还有一个穿着白色的人影出现，发出无限的白光。格萨尔马上就跪下说：“我的天父，有什么要我做的？”这个白色的人影被称作白梵天王，就好像上帝一样。白梵天王就缓缓说出话语来说：“你去灭了南方的魔王，他叫新翅王，有他在，世界永远不会安宁。我的儿，我将帮助你得胜。”格萨尔一听，立马披挂上阵，大军启程向南方进发。南方之地有一个魔国，叫做门国，魔王叫做新翅王，意思是红色的魔鬼，全身都是红色。他在当地统治着18大部落，拥有强大的巨人、蜥蜴人还有怪兽组成的300万大军。他们是吸活人鲜血者，他们是食活人红心者。在大战之前，新翅王在山中埋伏了重兵99万，准备偷袭路过的格萨尔。不过格萨尔是神派来的，目的是铲除一切魔族，所以格萨尔一召唤神啊，快帮助我们吧！于是天空中就出现空军天兵19亿，再加上他的地面部队夜叉99万，还有海军龙族那迦，犹如海浪波涛般数不胜数。大战之日，门国天空中出现灾星，大地震动，神山倾塌，火光四起。格萨尔王全军压境，远处无数投石车纷纷向新翅王的城堡投出燃烧的火球，全军集中力量攻击城堡。前方新翅王的军队临危不乱，战力强大，竟然和格萨尔王打成平手。不过格萨尔王的一名大将好像赵宇一样，在乱中冲入敌军，3进3出。突然他抛出套索，直接套住了魔鬼上师古拉妥杰的脖子，直接咔就把他给拖出了战车，就地斩首。众魔军一看，方寸大乱，格萨王趁势冲破了防线，攻破城门。这时候新翅王的皇宫在格萨尔的密集火球战术下燃起了熊熊大火。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新翅王默默祈祷，突然天空中就突然射下了一个光一样的梯子，光梯。新翅王看到光梯降临，赶紧咔咔的就跑到光梯里面准备逃跑。问题是谁来接应新翅王？宇宙飞船吗？格萨尔王一看不好，魔族之王要逃跑，他赶紧启动了自己的千里飞翔战马，一声巨响，格萨尔王飞入天空中。他在天空中瞄准了天梯，唰一下射出了一个光箭，这光箭像闪电一样，嗖的一下哐击中了天梯。这时候新翅王愤怒至极，立刻拿出了毒箭，站在天梯上咔咔那么射过去，但是都被格萨尔王灵活地躲过。这时候格萨尔王调转了枪头，在天空中进行了第2次攻击，唰的一下，一束电光飞剑闪过，直接穿过了新翅王的身体。新翅王就这么直挺挺地从光梯上直直落下，他从空中跌入熊熊火海，在火中他和他的魔国皇宫一起灰飞烟灭。到此格萨尔王灭了所有魔国，于是他对着众生说道：离开的命运已注定，我雄狮要归天界去，愿领地部落平安喜乐，愿我们来世再相见。说完，天空中突然出现彩虹，香气四溢，美丽的花瓣仿佛雨滴一般从天空中飘落。天界众神下凡，把格萨尔一家环环围绕，一束光之后，他们一同就消失在茫茫宇宙之中。
后来格萨尔王留下来的巨人、妖魔、夜叉、龙族、残党等等，根据圣经创世纪，这些超自然生物主要集中在阿拉伯半岛迦南之地，神让犹太人把他们都给全灭了。犹太人在灭城之后，还要在地上撒上盐，让那里寸草不生。远古的秘密，地球人不要知道。那时候犹太人灭了城，很多都不是人类。有一个国在圣经中记载，叫做 Anakim 巨人之国。在古兰经中还有一个国叫做 Elam。有空大家看看这集，消失在沙漠中的亚特兰蒂斯。问题来了，为什么龙妈卵生的格萨王要带领龙族、夜叉等等蜥蜴人在地球上与魔族争斗，自相残杀，最后一同灭亡？他们不是都是一类人吗？因为这都是神的预言。在以诺书第10章中写道，神说他们将与自己的儿女彼此征战，他们将看见自己的挚爱被消灭，到时你要将他们捆绑在地下石堆里，为时70个年代，直至审判的日子。所以地下世界不要去，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最后格萨尔王飞上天了，和耶稣一样离开地球，地上并没有他的遗体和墓地。他飞上天的地方就是在青海玉树州囊乡县的纳达寺周围，这里藏有格萨尔王的远古神庄。格萨尔王手下的30大神将就被埋在这里的30座佛塔之中，在佛塔对面就是我们上集讲到的青藏高原金字塔。好了，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